我……丞相支支吾吾，竟不敢言语。说不出来，不如本军师替你说。你儿子把王妃和许嫔迷晕了，想要对他们行不轨之事，他要干的坏事被识破了，许嫔和王妃就废了你儿子。本军师没说错吧？哼，好你个老匹夫，还敢恶人先告状！你那个不知死活的儿子连本王的王妃都敢肖像，我看他是活腻了。王妃如今只是废了他的命根子，你就该偷着笑了。若是本王出手，这回你就得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皇上同样是气得牙痒痒，心中暗想：徐雅涵做得好啊，今晚要好好嘉奖他才行。就赐他一个龙子吧。哼，丞相，你教子无方，纵子作恶，如今竟敢还在朝堂之上颠倒黑白，诬告他人。朕念你往日功绩，本想从轻发落，岂料你不知悔改，如此行径，实难再担丞相之职。即日起，罢去你丞相之位，削去一切官职，归家自省。此言一出，朝堂之上一片寂静，众人皆不敢置信。丞相脸色惨白，瘫倒在地，冷汗如雨般落下，双唇颤抖着，却再说不出一句求饶之语。朕治理天下，以人为本，以法为纲。任何人胆敢违法乱纪，无论身份地位，皆严惩不贷。望诸位爱卿以丞相为戒，克己奉公，兢兢业业，为我朝之昌盛尽心尽力。皇上圣明。至于萧王妃和许嫔，虽出于自保而对丞相之子加以惩处，但行事手段亦有过激之处。罚萧王妃和许嫔宫中闭门思过3月，抄写经文以修心性。在这吴起国的京城，晴空万里，祥云瑞彩，一片繁荣昌盛之象。柳如妹的医馆回春堂在这吉日正式开业。各位，今日是我回春堂开张大吉之日，店内所有的药品5折出售，欢迎大家前来选购。那就是萧王妃嘛，怎么抛头露面出来做生意呀？我凭自己的医术造福百姓，何错之有？女子为何就不能在外闯荡，实现自我价值？女子就应当在家相夫教子，抛头露面的像什么样子？而且还是有头有脸的王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萧王爷多穷，养不起他呢。我的人生应由我自己主宰，我要让世人看到女子的能力，绝非只限于闺阁之中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，太丢脸了！萧王爷也不出来阻止，任由王妃胡来。我听说怡红院还是宫里娘娘的产业呢，人家是3天2头就往怡红院跑，皇上也不制止。不是吧？这皇家人怎么都让女子出来赚银子啊？皇上也是？不能吧？堂堂皇上让妃子抛头露面做生意，这皇室到底是有多穷啊？想银子想疯了吧？哼，这些愚昧之人只知道遵循旧制，却不懂得变通。我们女子赚钱靠的是自己的本事，又有何不可？嘘，这么大声议论皇家人，你不想要脑袋了？有些话可不能往外说，自个儿知道就好。皇室的事情，是咱老百姓能议论的吗？回春堂内，伙计们忙碌地招待着顾客，柳如妹强打起精神，亲自为病人诊断。她的心思全然放在了病人身上，希望用自己的医术让那些质医生闭嘴。等如妹的医馆稳定下来，得想办法再开几家分店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这回春堂的药竟然打5折，便宜了1半啊！平日里哪能碰到这等好事？谁家没个头疼脑热、伤风感冒的时候？如今不买些药在家里，更待何时啊？这可是萧王妃开的医馆，
萧王妃背后是王爷，王爷又是皇上的亲弟弟，这家医馆有皇上撑腰，此时不来露个脸，还等什么时候？日后在朝堂之上，也好有个由头能与王爷甚至皇上搭上话。他们的嘴角挂着刻意的微笑，目光不停地在堂内搜寻着能让自己表现的机会。徐雅涵今天是来帮忙的，她不会看病拿药，就负责收钱。她站在柜台后，看着这喧闹的场景，心中既欣慰又有些焦虑。掌柜的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一家药铺的店小二同样也在门口张望着，神色焦急地询问着自家掌柜。还能怎么办？马上去准备礼物。掌柜的，准备礼物做什么？总不能是去送礼吧？不能吧？咱们和回春堂可是死对头啊！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平日里与回春堂针锋相对，如今却要去送礼，这不是向对手低头吗？你这宠物啊，难道看不明白形势吗？没听到回春堂的后台是皇上吗？那个不要命的敢去和皇上作对，咱们若还一味的与回春堂敌对，最终只能落得个关门大吉的下场。可是掌柜，咱们就这样去送礼，他们能接受吗？这拉拢的可不仅仅是回春堂的人，这拉拢的可是皇上。若是能借此机会让皇上记住咱们，说不定还能一飞升天，从此改变咱们药铺的命运。店小二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虽然心中仍有疑虑，但也不敢再多说什么，赶忙去准备礼物了。恭喜王妃，贺喜王妃！小的是对面聚和堂的刘掌柜，今日王妃的回春堂开业大吉，小的前来贺喜，小小心意不成敬意，还望王妃晓纳。刘掌柜满脸堆笑，双手捧着一个精美的盒子，恭敬地呈到柳如妹面前。这可是百年人参，刘掌柜的有心了。既然如此，这份心意我们回春堂收下了，日后大家在这京城共同为百姓的健康尽力。是是是，王妃说得对。说来咱们还是同姓，我也姓刘，说不定啊，咱们500年前是一家人。王妃太爱了，让小的受宠若惊啊！刘掌柜心中乐开了花，深知王妃这番话意味着对他的认可，今日这一趟果然不虚此行。王爷，这位刘掌柜我看着很不错，不如咱们家的生意交给他打理，你觉得可好？王妃觉得好就好，你自己做主，本王没有意见。刘掌柜，不知你的意愿如何，可愿来我这回春堂当掌柜？王妃如此看重小的，小的感激不尽。只是此事重大，还望王妃能容小的回去考虑几日，再给王妃一个答复。无妨，刘掌柜回去好好思量，回春堂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刘掌柜再次行礼道谢，随后匆匆离去。京城中的同行们却是满面愁容，这柳如妹的药铺有皇上撑腰，他们如何能与之抗衡？于是柳如妹被某些心胸狭隘的同行暗中记恨上了。唉，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皇上偏袒的药铺，我们哪还有活路呀？哼，谁说不是呢？这王妃也真是的，好好的萧王妃不去当啊，偏偏要抛头露面的出来开什么医馆，和我们抢生意。哼！哎，莫要乱说，小心掉了脑袋。但这生意确实是难做了。在京城繁华喧嚣的街市上，回春堂一如既往的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柳如妹正专心致志地为一位前来求诊的妇人把脉，神情专注而认真。突然门外传来一阵刺耳且尖锐的喧闹之声。哎呦喂，王妃害人了！我这腿用了回春堂的药，不仅没好，还流脓啊，眼看着就要废了呀！大家快过来看看呐！被买通的地痞流氓王二狗坐在回春堂的大门前，鬼哭狼嚎，试图把街上的行人都吸引过来。刘太医，烦
烦请您来给这位婶子看看，我去外头瞧瞧，究竟出了何事。好。柳如妹款步走向门外，只见那王二狗仍在扯着嗓子叫嚷，脸上满是狰狞与嚣张。这位壮士，你口口声声说用了回春堂的药，病情加重，可有证据？哼，这腿就是证据，还用说吗？回春堂向来以治病救人为宗旨，所用之药皆经过严格甄选，若真有问题，定当彻查。但倘若有人恶意诬陷，也休怪回春堂，追究到底。人群中有人小声议论着：王妃向来仁善，想必其中定有误会。是啊，这回春堂的名声一直不错，怎会突然出这等事？你们莫要被他骗了，我这腿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柳如妹心中冷笑，这种跳梁小丑一眼便能看穿其目的。本王妃再问你一次，你确定是用了我回春堂的药，导致你的腿化脓了吗？那当然了，我用的就是你回春堂的药，回春堂卖的药就是假药。我回春堂的药皆是出自我本人之手，绝无虚假。还有你这腿根本不是化脓，是中毒。上你来诋毁回春堂的人没告诉你吗？用了这毒，你这腿再过一炷香不解毒，此生你就别想站起来了。你少吓唬我，我王二狗可不是被吓到的。本王妃不吓唬你，你这腿现在是不是开始抽痛了，犹如蚂蚁啃咬着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可不想变成残废，开始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。柳如妹轻蔑地看着他：本王妃是大夫，你这腿是不是中毒？本王妃看一眼便知。王妃救命啊！我不想变成残废啊！本王妃刚才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为了一己私欲，诋毁回春堂。本王妃不会救你，你还是赶紧让你来回春堂闹事的人给你解药吧。晚了，不仅你的腿废了，这毒素若是继续蔓延，你的子孙后代也得废了。果然，王二狗再也顾不得其他，一瘸一拐地冲向人群中的赵全，歇斯底里地质问：赵当家的，你不是说这一药只会让我的腿化脓吗？为何要给我下毒啊？喂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别往我身上泼脏水！我胡说八道？明明就是你让我去诋毁回春堂的，你还给了我50两银子，说事成之后再给我50两的，白纸黑字写着呢，你还敢抵赖？字句一出，人群中一片哗然。这个赵当家的心也太毒了，为了诋毁回春堂，居然给人下毒，太可怕了！这种人，以后我可不敢去他家抓药。若是给我抓毒药，我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。就是，这种人呐，就该受到惩罚。解药呢？把解药给我。什么解药？我没给你下毒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抵赖？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。王二狗仗着一股蛮劲儿，手脚并用，赵全也不甘示弱，奋力抵挡。一时间，两人打得难舍难分。我没抵赖，我只是用药让你的腿化脓不止，没下毒。赵全就这样亲口承认了他那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周围的人群闻此，顿时炸开了锅。看看这个赵当家的都亲口承认了，真不要脸。可不是嘛，我呸，这种人还开什么药店？就是害人不浅的东西。柳如妹站在一旁，冷眼看着这一出好戏，心中暗自思忖：赵全，你这个不要脸的狗杂碎，你机关算尽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我没下毒，哪儿来的解药？你个不要脸的狗东西，狗杂碎！我帮你治腿，
只不过事后你若是再做坏事，本王妃绝不会轻易饶了你。王二狗听闻如获大赦，忙不迭地磕头谢恩。王二狗多谢王妃，是我被朱勇蒙了心了，才会诋毁王妃的回春堂。只要王妃救我一命，王二狗这条命就是王妃的，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辞。王妃还真是深明大义，这王二狗和赵全陷害回春堂，王妃还愿意救治王二狗。是啊，王妃是个好人。进来回春堂，我先给你把腿上的脓水刮了。是，多谢王妃，多谢王妃。王二狗一瘸一拐地走进回春堂，经此一事，回春堂的名誉得以保全。哈丽娜，过来，把他腐烂的肉刮掉。是，师父。姑娘，刮肉会不会很疼啊？现在怕疼了，早干嘛去了？此时柳如妹师傅拿出一根针筒，眼疾手快地在王二狗的腿上扎了一针，王二狗的腿瞬间失去了知觉。还真的是不疼了。笑什么笑？我师父心地善良，不同你计较。你最好给我夹着尾巴做人，别再整什么幺蛾子出来，否则我定要你好看。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诋毁回春堂了。只要王妃愿意，王二狗可以给回春堂看门，谁敢来找事儿，我王二狗第一个不答应。哼，王二狗，那不就是看门狗了吗？是，只要王妃愿意，我就给回春堂当看门狗。好了，阿丽娜，婵妃圣贤孰能无过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是，师父。师父既然已经原谅了这个王二狗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暂且给他一个机会好了。多谢王妃愿意给王二狗这个机会，王二狗日后一定洗心革面，给王妃当看门狗。行了，看门狗也太难听了些。事后你就负责我这回春堂的秩序，在回春堂当个保安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每个月该给的工钱，我还是会照付给你的。谢谢王妃，谢谢王妃。好了，阿丽娜，给他把腿上的腐肉刮了。好的，师父。阿丽娜应声道，拿起工具开始为王二狗处理伤口。回春堂的这场风波最终以王二狗的服软暂告一段落。萧王府，夜色如墨，深沉而浓郁。云山，王妃呢？还没回府吗？启禀王爷，王妃还未回府。哼，今晚不会是又要歇在回春堂了吧？这个属下不知。走，找王妃去。今夜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王妃再住在回春堂，否则她这男人的颜面就真的丢尽了。当萧清然带着云山、云水二人匆匆赶到回春堂时，堂内依旧是一片忙碌景象。柳如妹身着一袭素雅的衣裙，身姿婀娜，正全神贯注地为病人诊治。王妃，王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本王若不来，你是不是打算永远不回王府了？王爷，这医院病人众多，我实在走不开。走不开？难道这医馆比本王、比王府还重要？王爷，人命关天，我身为医者，怎能弃病人于不顾？即便如此，你也不能夜夜住在这医馆吧？你不知道你不在王府，王府冷冷清清的。王爷，待我处理完这些病人，就随您回府。柳如妹猜想，新婚燕尔的又分开住了几日，这家伙估计是欲求不满了。萧清然无奈，只得在一旁等候。云山站在一旁暗自腹诽：王爷啊，你可真是被王妃治得死死的呀。云水见状，凑到云山耳边轻声说：要不要打个赌啊？打什么赌？就赌王妃今日回不回王府。好，我跟你赌100两银子，我赌王妃今晚回王府。我赌王妃不回去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柳如妹终于结束了诊治。忙完了？忙完了。
回王府吧。好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凄厉的呼喊在夜空中回荡，让众人的心瞬间又揪了起来。来，100两啊，拿来吧。王妃今夜肯定不回王府。要不要再打赌？啊，那要看赌什么呀？赌王爷今晚会不会回王府？200两银子，如何？好，我跟你赌，我赌王爷回王府。好，那我赌王爷今晚住在回春堂。你先忙你的，本王今夜就留在这回春堂了。要不你回王府住吧，我忙完再回去。罢了，一来一回的太累了，本王今夜就和王妃一同在回春堂歇歇吧。好。此言一出，云水瞬间脸色大变，难以置信地看向萧清然。云水，愿赌服输，200两银子可别忘了。我知晓，稍后便给你。王爷真的是在宠王妃这条路上一去不回头了。唉，这是怎么了？是我大哥被蛇咬了，嘴唇发黑，中毒不浅。王妃，请你一定要救救我大哥呀！放心吧，只是中毒，能治，不会死的。萧一、萧二，把人抬进手术室去，我给他做进一步的检查。是，王妃。萧一、萧二虽身为王府金牌侍卫，如今却听从柳如妹的指挥，心中虽有无奈，但也知晓王爷对王妃的宠爱无边。手术台和担架皆是柳如妹依照现代风格命木匠精心打造而成。家属在外面等着，不要妨碍医治。好，我就在外头等着。哈丽娜，先去柜台上取一瓶毒清，准备好注射器拿进来。是，师父。王妃，老夫可否也进去看看？进来吧。被蛇咬的位置在哪里？左腿上。还好送来的及时，再晚一步，大罗神仙都救不了。哈丽娜，把针水给我。好的，师父。阿丽娜双手将针水递上，而后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柳如妹的操作。王妃，这是何物啊？有何作用？这是注射器，还有药物治疗，它原理是这样的。柳如妹的一番讲解让阿丽娜和刘太医皆是受益匪浅。柳如妹成功地为伤者注射了解药，伤者面上的脸色逐渐好转，气息也平稳了下来。不出2个钟，他身上的毒就能全部解了。哈丽娜，你留在这照看一下，等他毒素全退了就回去歇息吧。明日不用那么早起来了，多休息一会儿。好的，师父，您先跟王爷去休息吧。刘太医，你也早点歇着吧，这几日大家都辛苦了。好，老夫就先回去歇着了。终究是人老喽。柳如妹望着刘太医离去的背影，心中感慨万千。看来回春堂的人手还是不够啊，得招护手。如今这求医之人日益增多，仅靠现有的人力，怕是难以应对。王妃如此善良仁厚，为了救治这些伤者劳心劳力，本王是既感到心疼，又为她感到骄傲啊！看着她这般辛苦，真希望能为她分担更多一些，只要能让她轻松一些，哪怕是付出本王的所有，也在所不惜。爱妃可算忙完了，莫要太过劳累。上王爷久等了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这傻丫头总是如此尽心尽力，也不知多为自己着想，本王定要好好护着她，不让她受半分委屈。你这善心人术，实乃百姓之福，只是也要顾及自己的身子。好，听你的。柳如妹微微颔首，与王爷并肩而行，月光将他们的身影拉得修长。在那金碧辉煌的皇宫深处，依兰殿内烛光摇曳，气氛旖旎。徐雅涵和皇上萧清泽已然宽衣解带，
与共赴云雨大战300回合。就在这激情即将点燃的时刻，一阵不合时宜的铃声骤然响起。停下，停下！徐雅涵猛地推开萧清泽，匆忙下了床。此时他的身上仅着一件肚兜，两人刚才的意图不言而喻。徐雅涵，你逗朕玩呢？萧清泽的怒火被瞬间点燃，欲火已然被挑起，却遭如此对待。你先别和我说话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。徐雅涵急切地说道，随后迅速从包中拿出手机，只见屏幕上显示着母上大人的视频来电。他瞬间激动万分，震撼之情溢于言表，颤抖的小手慌乱地点了接通。死丫头，你死哪儿去了？那么久都不接手机，跟我们玩失踪呢？你知不知道我跟你爸爸有多担心你？不就是让你联姻吗？你至于玩失踪吗？你是不是想气死你妈妈？妈，我想你了。想妈就回家呗，你不想联姻，咱不联就是了吗？哎呀，雅涵，你怎么哭了？妈不怪你不接电话了，你别哭啊！你一哭，妈妈心都要碎了。爱妃，没事吧？怎么就哭了呀？怎么还哭得如此伤心呢？徐雅涵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你不肯联姻，原来是外面有男人了。你们居然还同居了啊！有男朋友你都不告诉我一声，偷偷摸摸的就私奔去了。你立刻马上给我回来！你是何方妖孽，竟敢对朕的爱妃下毒手，只让道士收了你。朕？爱妃？你个登徒子，搁这儿和我演戏呢！我警告你啊，把我女儿送回来，否则我让你好看。欧秀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女儿穿越了，这般匪夷所思之事，只因她的视频打到了古代，实在超乎想象。妈，我们不是在演戏，你女儿穿到古代去了。你这死丫头，逗我开心呢？你是说我在和你相隔2000年，打着视频电话？你当你妈是傻子吗？啊？哼，你这个妖孽，竟敢对朕的爱妃出言不逊！你等着，朕马上让人去请道士收了你。徐雅涵，你演戏演上瘾了是吧？欧秀竹不想和疯子说话，转而质问徐雅涵：妈，我真的穿了，不信你去查查我和元芳还有如妹的航班，我们是一起出事故的，一起穿越的。还一起穿了，群穿呢？你小说看多了吧？拿这种事糊弄你妈？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来！来人呐！一大批侍卫鱼贯而入。皇上，娘娘，把娘娘手中的妖孽给朕抓住，送去道观炼化。别闹，都退下！什么妖孽不妖孽的？这是我娘，我亲娘。什么？这妖孽是爱妃的娘亲？那爱妃你也是妖精？嘿，妖你个头啊！我要是妖精，还能被你抬进宫里当妃子吗？我要是妖精，你早就被我吸干了。那你这……萧清泽指了指徐雅涵的手机，这是手机，可以打视频，可以打电话、聊天、看剧、刷视频的工具。这是电子产品，来自2000年后的东西，不是什么妖孽。2000年后的东西，竟如此神奇？那当然啦，2000年后的世界可厉害了。雅涵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和云芳、如妹真的穿到古代去了？千真万确啊，妈，我没有骗你，我们真的穿了，而且这个朝代还是架空的，历史上并不存在。至于你的手机如何能打到古代来，我没有办法解释。哎呀，你等会儿，我得消化消化。欧秀竹喝了口水，试图压压惊，这一切实在是太离谱了，离了个大谱。你们所在的朝代叫什么？吴起国，皇帝是我身边的这位萧清泽，我现在是他的妃子。如果真有此事，
我会想办法让你们回来的。好。爱妃呀，你这黑盒子手机可否借朕瞧瞧啊？给你瞧瞧便是。萧清泽小心翼翼地接过手机，手指轻轻摩挲着光滑的外壳，心中暗自琢磨着：这玩意儿如此小巧，却透着一股神秘。定是个非凡的宝贝。来，我教你怎么使用。哈哈，如此甚好。咱们拍个照吧。啊？拍照？就是比画像还要高级的东西。这种科技，你只要听我的，照着做就行了。哦，好。徐雅涵打开前置摄像头，来看镜头，3、2、1，茄子。画面定格，只见照片中的萧清泽英俊非凡，剑眉星目，嘴角上扬，带着一抹淡淡的微笑。哎呀，这手机可真是神奇啊！眨眼间的功夫就把朕和爱妃画好了，还画得如此传神。那是当然，这是相机功能。哎，爱妃，这手机还有其他功能吗？萧清泽把手机拿到自己的手中，爱不释手，眼睛一刻也舍不得离开，仿佛这是一件无价之宝。当然有了，这是度娘，只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她，例如如何治国平天下，如何惩治贪官，如何赚银子等等等等，只要是你能想到的问题，她都能回答。这么神奇？那是自然。这个又是什么呀？萧清泽指着一个图标问道。哦，某宝买东西的软件，不过你看看就行了，反正也不可能送货到古代的。那借朕看看可好？啊，行，那你拿去看看吧，我先去睡觉了。哎，都大半夜了，我明天还有事情要忙。美容院那边最近人手稀缺，得招人了，我得亲自去瞧瞧。萧清泽沉浸在手机的奇妙世界中，完全没有在意徐雅涵的离去。他不断地探索着各种功能，时而惊叹，时而沉思。第二天清晨，徐雅涵醒来时，看到萧清泽还在摆弄着手机，那专注的神情仿佛是在研究军国大事。陛下，您一夜未眠？爱妃，此乃神物啊！朕若能将其中的智慧用于治国，定能让我朝更加昌盛啊！陛下，您可太沉迷了，这玩意儿会上瘾的。爱妃此言差矣，若能见见其中之精华，何愁我朝不兴啊？行吧，你觉得有用你就慢慢看吧，一会儿我要出宫去了。行，你去吧，朕再看看治国之道啊。皇上，该上朝了。李公公那略显尖细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。哎呀，今日不上朝。是，皇上。李公公恭顺地应道。然而他并不知道皇上看手机看了一夜，还满心以为是皇上与徐雅涵共度春宵，以致不上早朝了呢。李公公心中暗自思忖，红颜祸水呀。萧清泽津津有味地捧着手机，看了一夜的手机，不仅眼睛都有些酸涩，精神上也有些疲劳，但他就是舍不得放下。若是有提神醒脑的东西就好了。萧清泽轻点屏幕，进入详情页面，毫不犹豫地点击了立即购买。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却让他微微皱眉，竟还需填写地址。地址，这是何意？是指所在之地吗？思索片刻，他写下了吴起国皇宫依兰殿。随后那神秘的免密支付被启用，支付成功的提示音响起。刹那间，一瓶东鹏特饮竟凭空出现在萧清泽的面前。萧清泽不禁惊叹，这不是手机上的东西吗？还真送到了。徐雅涵不是说送不到吗？那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萧清泽凝视着眼前这神奇的饮品，心中对这未知的世界充满了更多的思索和探寻。那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他，令他再次点开手机，继续购买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每一样物品在他眼中都显得稀奇无比，
仿佛是来自另一个神秘维度的奇珍异宝。不一会儿，一篮店都被堆满了现代物品，而这一切得以实现，全赖徐雅涵家底雄厚。他所使用的卡乃是他父亲徐凯的副卡，且无限额使用。你不是说雅涵穿到古代去了吗？简直是荒唐！你知不知道，他刚消费了几万块钱，买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什么东鹏特饮、泡面、罐头、啤酒、饮料、眼药水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是雅涵说她穿越了。欧秀竹知道徐雅涵的卡用的是老公的副卡，女儿的每一笔消费老公都看得到的。这丫头肯定是撒谎了。难不成雅涵穿越是骗我们的？不，准确的来说是骗你，也就只有你才会相信雅涵和云芳、如妹几个丫头一起穿越了。3个人一起穿越，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，你居然相信？可是我刚才在他手机里真的看到了古代人，那样子很逼真啊，不像是演戏。哼，我看你是被女儿给忽悠的失去理智了。穿越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你也不好好想想，这怎么可能是真的？平时别去看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小说，我看你就是小说看多了，才会相信你女儿说的这些鬼话。可雅涵从来不会无缘无故说谎的，这次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。特殊情况？我看就是他贪玩不想联姻编出来的借口。不管怎么样，我相信雅涵不会骗我们，这里面肯定有隐情。你呀，就是太惯着他了，才会让他如此任性妄为。两人陷入了激烈的争执，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徐雅涵的确是真的穿越到了古代，连带着手机购物都穿了。只是徐雅涵的父亲徐凯不信。就在他们僵持不下之际，一则新闻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电视屏幕上，新闻主播神色严肃地播报着：最新报道，某航空公司于4日前一架飞机事故，飞出去之后就没再飞回来，整架飞机就像是凭空消失，查无踪迹。飞机上的人员一时不知所踪，某航空公司正在极力调查此事。徐凯和欧秀竹对视一眼，眼中满是震惊与疑惑。徐凯皱着眉头喃喃道：整架飞机都消失了？难道雅涵说的是真的？那通视频电话真是从古代打过来的？或许是真的。那雅涵的消费清单又是怎么回事？那一条条消费信息可都是真实存在的。欧秀竹同样满心困惑，摇了摇头：我也不清楚，或许科学家都无法解释。管家，马上备车，我要去廖家。对，廖云芳的父母都是搞研究的，或许他们会有什么想法。是，当家的。管家迅速去准备车辆，不一会儿车子备好，徐凯和欧秀竹急匆匆地上了车，向着廖家疾驰而去。一路上两人的心情都无比沉重，思绪纷乱。徐凯望着车窗外不断后退的街景，心中满是担忧。如果雅涵真的穿越了，她在古代能适应吗？会不会遇到危险？别太担心了，也许会有办法的。车子在公路上飞驰，徐凯和欧秀竹的心也早已飞到了廖家。在客厅里，徐凯急切地向廖云芳的父母讲述了事情的经过，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帮助和解答。廖云芳的父亲廖教授听完，沉思片刻说道：这种情况确实罕见啊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，目前还无法给出确切的解释，但也确实存在某种我们尚未了解的时空现象。
我们可以先从现有的线索入手，分析一下那些消费清单，看看能否找到一些规律或者与古代相关的信息。徐凯和欧秀竹连连点头，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他们几人围坐在一起，仔细研究着每一条消费记录，试图从中找出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所在。第二日清晨，这怎么只招女子？女子能干啥？就是，女子除了生孩子，还能干嘛？这附和的声音紧跟着响起，带着浓浓的轻蔑。人群中不少人纷纷点头表示认同。这王妃自己抛头露面出来做生意也就算了，如今还要招女工，做什么护士？这病人呐，男男女女都有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他招女护士到医馆帮忙，安的什么心呐？柳如妹和徐雅涵站在人群之中，面色沉静，目光坚定。诸位有所不知，女子亦有女子的长处。我们所招之女护士，心细如发，温柔体贴，能给病人带去更贴心的照料。且如今时代变迁，女子不应只被困于内宅，亦当有施展才华之机会。开办医馆旨在救死扶伤，女护士在照顾病人时，能够更好地顾及病人的隐私与感受，这并非违背礼法，而是顺应时势，为众人谋福祉。自古以来，女子就该守在家中，操持家务，相夫教子。啊，这出来做事儿，成何体统？我愿意试试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可识字？王妃，民女叫南如心，不识字。我在人群中听到回春堂招女工，所以想来试试，并不知道还要识字。不识字不行，在回春堂上工必须识字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不识字，拿点药或者帮忙打打下手，都是极其不方便的。要是因此拿错了药，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，打字不是一个，还想当护工？还是回家种田去吧，别在这儿异想天开了。一个尖锐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。哈哈哈，女人嘛，就应该在家里乖乖的帮忙做事儿啊！到了合适的年纪，找个男人嫁了，相夫教子才是正理。就是，整天想些有的没的，不切实际的有什么用？人群中此起彼伏的都是这样充满鄙夷的话语。兰如溪，你都是18岁的老姑娘了，还不赶紧让你爹娘给你许配人家？再过2年20岁了，成了黄脸婆，谁还要你？他呀，脸上那么大一块胎记，长得这么丑，谁敢要啊？可不是嘛，我要是娶了这样的丑八怪，我肯定天天晚上做噩梦。哈哈哈哈！围观的人群闹哄哄的，各种难听的话语像利剑一般射向兰如心。她红了眼眶，泪水在眼中打转，心中满是委屈。你们这些人口出狂言，肆意诋毁他人，难道不觉得羞愧吗？每个人都有追求更好的生活的权利，兰如心勇敢地为自己争取机会，这有何错？她的外貌与识字与否，并不能成为你们侮辱她的理由。你们只知道用狭隘的眼光看待他人，却不知道自己的言行是多么的丑陋和无知。我徐雅涵既然决定要他，就不会在意这些无稽之谈。在我这里，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品性和勇气，而不是那些肤浅的外在和偏见。娘娘，您要我？您是让我去你那里上工吗？嗯，对。人群中又有人不知死活地笑出了声。太搞笑了，许娘娘要一个丑女，还让丑女去上工，去哪里上工？怡红院吗？哈，这么丑的女人谁敢点？不怕睡不着吗？兰如心，
你不会真的堕落到要去怡红院当妓女吧？哼，不过就你这副尊容，会不会把人吓死了？你们如此恶毒，毫无怜悯之心，良心何在？兰如仙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工作机会，值得尊重，而你们这些只会嘲笑他人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可悲。我是让他去美容院上工，不是让他去接客。还有，怡红院的姑娘们很快就不会再做以色侍人的生意了，尔等若再敢胡言乱语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心如多谢娘娘台。过来，我看看你的脸。是，娘娘。兰如心自卑地低着头，缓缓移步至徐雅涵的身旁。这标准的瓜子脸，真漂亮。娘娘。然而，在不远处的人群中，却传来了刺耳的讥讽声。许娘娘居然说兰如心漂亮，她是瞎了眼吗？看不到兰如心那一大片胎记吗？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。一个丑八怪，居然有人说她漂亮。什么是睁眼说瞎话？我算是见识到了。那么大声议论宫里的娘娘，你不要命了？来，坐下，我帮你化个妆，保证亮瞎所有人的眼。好。兰如心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。她听说过徐雅涵的化妆技术堪称一绝，可以把一个丑女变成大美人。此刻她选择了相信，闭上双眼，任由徐雅涵在她的脸上涂涂画画。不到一炷香的时间，徐雅涵就完成了她的杰作。好了，转过身去，让大家看看你的惊世容颜。兰如心的心脏急速跳动，她怀着无比忐忑的心情缓缓转过身去。天哪，这还是兰如心吗？也太美了吧！是仙女下凡了吧？你们都别和我争，我要去兰如心家提亲。兰如心还没定亲，谁都有资格去提亲。你想娶她，也要看看自己的家底够不够。兰如心，嫁我，嫁我！我家有百亩良田。百亩良田？你是想让兰如心嫁过去耕田啊？这么漂亮的娇妻就应该嫁家中，下什么地种什么田，暴殄天物啊！兰如心，嫁我呀！我是卖猪的，只要你嫁了我，天天都能吃上猪肉。一位身材魁梧的屠夫也凑齐了热闹。年屠夫，你都多大年纪了？一把年纪了，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别丢人现眼了。我怎么就丢人现眼了啊？一把年纪怎么了？我会疼他，给他肉吃不就行了？兰如心、柳如媚和徐雅涵静静地看着这些人为了兰如心吵得不可开交。兰心如，这些人嫁不得，这些人只看中了你现在这副皮囊，一旦你没有了这副皮囊，他们只会无情地把你丢在一旁。兰如心微微颔首，目光中透着清醒与坚定。多谢娘娘，民女知道。如心，你能明白此中道理甚好，莫要被这一时的浮华所蒙蔽了双眼，须得寻得那真心待你之人。娘娘的教诲，民女铭记于心。